当过太监的都知道，蹲着尿尿就可以不见尸鞋底，可太后却下旨命令我只能站着。所有小太监都以为我得罪了太后，没人知道的是，其实那天晚上太后发现了我身体的秘密。我一个21世纪的牛马青年，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古代皇宫的净身房里等着被手术。当时我差点没被吓傻，拼命挣扎想要逃跑。然而更让我崩溃的是，负责手术的老太监检查我的身体后，竟然哈哈大笑起来。哎呀，好一个天生阉人，省得老夫动手了。我低头一看，差点没晕过去。我竟然真的天生没有那玩意儿。就这样，我稀里糊涂的成了皇宫里的太监。由于这身体的先天缺陷，我没少被宫里的人嘲笑。那些太监们一边嘲笑我从没碰过女人，却又羡慕我不用承受阉割的痛苦。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宫里，任何时候都要小心翼翼，一不留神便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亲眼见过太多残忍的场面，所以这1年多以来，我日日都是提心吊胆，步步都如履薄冰，只求能活下去。万幸的是，宫里的小太监多是大字不识的文盲，而我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，在他们中简直就是鹤立鸡群。凭借识文断字的本事，2天前我总算被分派到柳太后寝宫当差，这可把想抱大腿求生存的我高兴坏了。陈小远，哀家这脚有些酸麻，过来给哀家揉一揉。我跪在凤榻前，双手小心翼翼地捧起柳太后的玉足。既然要抱大腿，那就得拿出点真本事。于是我按照现代推拿的方法，将拇指轻轻落在涌泉穴上，猛地按了下来。那一瞬间，我掌心的玉足猛地绷紧。我抬头偷瞄一眼，正好撞上柳太后那双目光幽冷的眼眸。娘娘息怒，奴才方才探查到娘娘有些火旺，这才用了力道。但这火气不是病，而是这宫里的铜镜太浑，照不出娘娘的闭月羞花，委屈了娘娘的仙姿玉色。陈小元，你这嘴可真是能说会道，哀家喜欢。瞧你满头大汗的，先去歇一会儿吧。谢柳太后娘娘恩典。对了，你这身蓝袍看着实在碍眼，待会儿跟苏玉桃去领一身红袍换上。红袍？我脑子嗡的一下。那可是贴身太监专属的品级服饰，我这蓝袍在宫里最底层，走路都得缩着脖子夹着尾巴。红袍那可是实打实的6品，我激动的连忙跪地磕头，谢柳太后娘娘。从今往后，奴才生是娘娘的人，死是娘娘的鬼。柳太后娘娘被我的模样逗笑了，她微微抬起玉足，轻轻放在我的头上。你有这份心，哀家甚是欢喜，但你要记住，哀家眼里容不下那些吃里扒外的小人。话音刚落，柳太后脸色骤沉，冷冽的气势压得我趴在地上，大气不敢喘。我暗自嘀咕，伴君如伴舞，这女人变脸也太快了。柳太后娘娘将玉足滑到我的肩膀上，红唇轻启。孙福安那个小人是赵帝王安插在哀家身边的眼线，哀家看到他就心烦，你可有法子让他滚出哀家的寝宫？回娘娘，小的斗胆进言，这孙福安是赵帝王的眼线，就算咱们把他赶走了，赵帝王还会再派别的眼线来监视你，治标不治本。那依你之见，该如何是好？回柳太后娘娘，天下众人皆为利益往来，咱们只要能找出孙福安的软肋加以威胁，越是拉拢不让他碍您的眼即可。柳太后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随即扬声喊道：灵业，灵业参见柳太后，去查一查孙福安的底细，一丝一毫的信息都不能漏。孙福安是当今赵帝王的人，专门监视柳太后的一举一动。柳太后娘娘虽贵为国母，却并非当今赵帝王的生母，而是手握10万雄兵镇守边疆的周王爷母亲，在朝中颇有威望。赵帝王自然对这母子俩百般提防。1个时辰后，消息就被带回来了，原来孙福安有个侄子，被视为掌上明珠，是他的命根子，这不就是突破口吗？我将自己的计划向柳太后娓娓道来。陈小远，这宫里人人都在装傻充愣，倒是你肯为了哀家费尽心思，走出柳太后寝宫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一番相处下来，我也算知道了柳太后的深浅。在外她是杀伐果断的太后，内里却是久居深宫，无人问冷暖的女人。看来我以后的好日子就得从拿下这位权倾朝野的柳太后娘娘开始了。随后我找到柳太后的贴身侍女苏玉桃，准备跟着她去领取红袍。陈小远，柳太后真的赏了你红袍？你才来宫里2天啊？苏玉桃姐姐长得跟仙女似的，我怎么忍心骗姐姐？哼，你这嘴可真甜。想来柳太后娘娘就是被你这张嘴哄得开开心心的。我们一同前往上衣阁，有太后令牌在手，当值太监哪敢怠慢，半个小时的功夫，红袍便到手了。柳太后更赏了寝宫外的单间，这可是贴身太监的待遇。我正收拾住处，窗外传来一阵喧哗声，是孙福安的干儿子吴强，在宫里出了名的欺软怕硬，他一脚踢开我的房门闯了进来。陈小远，孙公公发话了，去把马桶刷了，再把茅厕掏干净。换以前我得笑着应下，还感恩戴德，但现在老子今非昔比，还能受这气？不去啊！吴强当场恼羞成怒，挥拳就打，我反手一脚狠狠踹他肚子上，他猝不及防摔个4脚朝天，我顺势扑上去骑在他身上，对着他脑袋左右开弓猛揍。我干爹是孙公公，你敢打我，信不信我干爹一巴掌拍死？听闻此话的我见好就收，毕竟在柳太后的寝宫门口，打死人我也捞不着好。陈小远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去找我干爹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吴强就带着4个太监回来，一个个手持棍棒，气势汹汹。陈小远，识相的就赶紧跪地求饶，从爷爷的胯下爬过去，待会我揍你的时候轻点。我突然撒出一把早就准备好的石灰，他们被石灰粉迷了眼，哀嚎连连。我趁机用准备好的棍子狠狠砸在吴强的头上，一番缠斗下来，我脸颊和脖子上挨了几下，但吴强他们几个下场可比我惨多了，几个人的脑袋肿成佛头，头上青包连着青包，狼狈至极。这么大的动静，自然惊动了柳太后娘娘，你可要为奴才做主啊！陈小远不听孙公公安排，
不仅动手打我，还冒充您的旨意说赏了他红袍，这是欺君之罪啊！闭嘴！陈小远的红袍是哀家赏赐的，哼，你们5个大男人打不过他一个，简直是笑话中的笑话。为娘娘，奴才不敢坏了娘娘的规矩，都是奴才的错，奴才心甘情愿领罚。说得好，在哀家这里，只要坏了规矩，无论对错都得受罚。拖下去，陈小远，你现在就把他们几个的腿打断。饶命啊，娘娘，我们错了，奴才再也不敢了。谢娘娘成全，把这几个下人拖出去。从今往后，哀家不想在宫里再看见他。对于这种场面，我早已见怪不怪。回到那间小单间，我兴奋地收拾着新家。虽然房间不大，却五脏俱全。以前和10几个太监挤在一间屋里，又脏又臭，现在住单间简直就跟天堂没区别。当我想把破旧的床板换掉时，床体突然咔嚓一声散架，掉下来一本放房的旧书。我捡起来一看，瞬间呼吸急促，书上赫然写着4个大字：西园大法，修炼此功可金枪不倒，重振雄风。我暗自下定决心，要练成神功，再拿下柳太后。安全起见，我将功法牢牢记在脑海中，按照功法中的脉络图开始运功修炼，直到小腹处有一股暖意，确保功法无误后，我又反复记诵上面内容，确信自己可以倒背如流。之后我一把火烧了它，永绝后患。不多时，苏玉桃敲门而入：陈小远，你真穿上红袍了，以后你可要罩着我。陈远也是红袍大公公了，这是自然，以后姐姐你的事就是我陈小远的事。不过这大晚上的，姐姐来我这里就不怕被人看见吗？陈小远，你发达了，能不能当我的对食？苏玉桃姐姐，你对这事很有经验吗？对食不就是2个人平时说说话吗？我关上门，拉着苏玉桃走到床边，她身上的气味很好闻，想来作为柳太后的贴身侍女，平日赏赐的胭脂也都是稀罕名贵之物。我凑近她，苏玉桃睫毛微颤，整个人不知所措。我将她牢牢抓住，许久之后，苏玉桃才拍着我的肩膀，我俩才分开。她满脸通红，声音细若蚊蝇。这就是对食，感觉好奇怪，晕晕乎乎的。我忍不住偷笑，一个吻就扛不住了。以后我要是神功大成，小丫头不得迷上我。苏玉桃姐姐，你拿来的盒子里装的什么？是娘娘让御膳房给你熬的药膳，你快趁热喝了，以后就是娘娘的人，千万不要3心2意。我陈小远就算扔了这条命，也不可能背叛娘娘。陈小远，我还想再试一下，刚才那个刺耳的钟声打断我和苏玉桃。我直奔柳太后的寝宫，一进门就看见身着铠甲的边军正跪在地上，凤榻上的柳太后也是眉头轻蹙，显然是有烦心事。我对边上的宫女问道：娘娘这是遇见了什么烦心事？北凉府蝗灾肆虐，今年颗粒无收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周王爷派人上报朝廷，可赵帝王只拨款5万两赈灾，这根本就不够，所以这些护卫才来找娘娘。但娘娘手里的银子全加起来，也只是杯水车薪，5万两用来赈灾够了吧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这点银子给百姓施粥3天都不够，不懂别瞎说。我没有搭理他，迈步至柳太后面前，启禀娘娘，奴才有一计可解周王爷燃眉之急，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。陈小远，你可莫要逞，若是耽搁周王爷救灾大事，可没人能救得了你。回娘娘，奴才本是平民出身，深知这蝗灾可怕，但这蝗虫看似无解，却有个实打实的克星，就是农户家养的活鸡。用5万两白银收购的活鸡，要比1州的百姓都多。这鸡吃肥了，不仅可以让灾民果腹，还能成为一项收入。跪在地上的边军闻言，这位公公的主意确实不错，可让鸡治蝗总归需要时间，百姓怕是等不起啊。这只是方法其一，奴才还有一法，能让灾民靠吃蝗虫来饱腹度日。这蝗虫那么恶心给人吃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陈小远，你这主意不行，万一灾民吃了蝗虫闹出人命，那又该如何是好？娘娘有所不知，这蝗虫看似恶心，实则是一种珍贵的药引，烹饪得当，吃起来也是极其美味的。此言当真，要是出了差错闹出人命，那麻烦可不小。娘娘，奴才当年沦落街头，做灾民时就吃过蝗虫，那玩意油炸过之后香得很，小人愿意以项上人头担保。你的人头，哀家暂且替你收着，若是出了差错，哀家为你试问。我和苏玉桃还有柳太后另一位贴身侍女白秋宁3人结伴出宫，马车早已备好，数十名边军护卫随行。马车外景色渐渐变为荒芜的田野，庄稼已经被蝗群啃食得残缺不全，成群的蝗虫遮天蔽日，随处可见。以前只听说过蝗灾可怕，今日一见才知道百姓有多苦，若是再治不好，恐怕连粮食都要绝收了。苏玉桃、秋宁姐姐放心，按照我们的计策，只需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定能遏制灾情。傍晚时分，车队终于抵达周王爷军营驻地，营地内百姓哀嚎哭诉，惨不忍睹。周王爷身着长服，面容憔悴，3位舟车劳顿远道而来，辛苦殿下客气了。奴才奉柳太后娘娘之命来协助殿下处理蝗灾，这是分内之事。这些蝗虫繁殖快，白天躲在草丛秸秆下，傍晚时分归巢蛰伏。殿下，蝗虫清晨露水未干时翅膀潮湿，难以飞行；傍晚归巢时成群结队，这2个时间段是抓捕最佳时机。周王爷殿下可以把百姓分为2组，一组捕捉蝗虫，一组清理杂草秸秆，掐断蝗虫栖息地，再让禁军协助百姓，期间施粥一顿，安抚百姓，让他们更有动力。好，就按你们说的办。陈公公，此事就由你统筹安排。苏玉桃，你指挥边军带一部分百姓准备布网捉虫，重点在麦田、豆田周边，布网要拉低，贴近地面。白秋宁，你带领边军指挥部分百姓准备竹筐麻袋，将蝗虫装起来，放在干燥空地，避免闷热腐烂。我亲自带领一队边军，协助百姓清理杂草麦秆，巡查各处，解决突发情况。次日清晨，天色渐明，露水未干，田间的蝗虫不复白天活跃，大多趴在秸秆上动弹不得。百姓们立刻行动起来。苏玉桃带领众人拉开布网，从田间的一端慢慢推进，将蝗虫围在网中。蝗虫拼命跳跃，却因翅膀潮湿飞不起来，只能乖乖被网住。忙碌至中午，抓的蝗虫装满了10几麻袋。
田间的蝗虫数量明显减少，原本荒芜的田地少了蝗虫的袭扰，凭空多了几分生机，百姓脸上多了份期望的笑容，纷纷称赞。没想到这蝗虫真的能抓完，多亏了陈公公和2位姑娘，咱们终于有希望。返回营地，我们找了一块空旷的场地，支起几口大火，和白秋宁带领手脚麻利的妇人开始处理蝗虫。先用清水清洗浸泡3遍，洗去泥土杂质，紧接着沥干水分，撒盐腌制半个时辰，最后油温7成热，小火慢炸至金黄酥脆，再将腌制好的蝗虫倒进油锅里，滋啦一声，油星四溅，一股独特的香味瞬间弥漫开来。原本还有些抵触的百姓，闻到香味都纷纷围了过来。慢一点，小火慢炸，勤翻轻动，不要炸火，炸至金黄酥脆，立刻捞出，这样口感才好。按照我的提醒，锅里的蝗虫慢慢被炸至金黄，香味越来越浓。半个时辰后，第一锅蝗虫正式出锅。苏玉桃将蝗虫捞出，放在铁盘上，撒上少许椒盐，瞬间香味更浓。此时周王爷前来查看，看着盘子里金黄酥脆的蝗虫，有些犹豫的拿起尝了一口，紧皱的眉头逐渐放松下来。我笑着拿起蝗虫一口咬下，口感极佳，和前世吃的油炸蝗虫一模一样。苏玉桃也拿起一只轻咬了一小口，眼睛一下子亮了晶，真的很好吃，酥脆可口，一点都不恶心，比我想象中好多了。白秋宁也拿起一只嚼了几口，点了点头，确实好吃，而且越嚼越香。乡亲们都来尝尝。百姓们见状，纷纷放下顾虑，有人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只咬了一口，随即惊叹，没想到这蝗虫炸了之后这么香，比粗粮还好吃。周王爷已经细嚼慢咽，不知道已经吃了多少。陈公公当真是奇才，竟然能想到把蝗虫做成食物，既解决了蝗灾，又解决了百姓的粮食短缺问题。本王佩服佩服，殿下过奖了，这只是奴才偶然想到的法，能为殿下分忧，是小人的荣幸。咱们继续炸，让所有百姓都能吃到。就当大家津津有味的品尝时，一阵马蹄声传来，一位身着官服、背着药箱的老者快步走进营地，身后还有一队侍卫护送。此人是柳太后派来的温大夫，奉柳太后之命前来查验蝗虫是否有毒，来保证百姓安全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温大夫先拿起一只生蝗虫，放在研磨器中研磨成粉末，倒入碗中，加入少许清水搅拌均匀，然后取出一根银针，擦拭过后插入小碗中静置片刻。众人都屏住呼吸，紧紧盯着那根银针，生怕银针变黑，就说明蝗虫有毒。检测后，温大夫拔出银针，银针依旧光亮如新，没有丝毫变黑的迹象。只见温大夫又取出2只小白鼠，放在笼子里，将研磨好的蝗虫粉末混合少许小米喂给小白鼠，又等候多时，仔细观察小白鼠的反应，并进行记录。1个时辰后，温大夫仔细检查了2只小白鼠，终于点头道：耽误大家时间了。油炸蝗虫可以放心食用，这蝗虫虽无毒，但食用前务必清洗干净，彻底炸熟，避免引发肠胃不适。多谢温大夫提醒，我等记下了。温大夫走后，愿意吃蝗虫的百姓愈发多了，众人齐心协力，也开始投入到整治蝗灾当中去。通过我们众人的努力，蝗灾逐渐消失，被啃食的残缺不全的庄稼渐渐长出了新的枝叶，灾情得到了有效遏制。不少走出困境的家庭也多出壮丁入伍，纷纷投入周王爷麾下，以此来感谢周王爷的赈灾之举。这对皇权的统治又增加了不少威胁。对此毫不知情的我，则带着炸好的蝗虫回宫复命，想让柳太后娘娘也品尝一下我复刻的前世美食。陈小远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哀家这些天寝食难安，就怕你治灾不当，这蝗灾处置的如何？奴才让柳太后娘娘挂心了，北凉府蝗灾已经有效遏制，奴才还特地带了油炸的蝗虫，请娘娘品。柳太后娘娘，别看这蝗虫卖相不好，但都是奴才精挑细选，炸熟后外酥里嫩，实在是难得的人间美味。柳太后拿起蝗虫轻轻咬了一小口，脸上露出了赞许之色。没想到这不起眼的蝗虫炸过后别有一番风味，不错，陈小远，你立了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奴才能常伴柳太后娘娘左右，便已是天大的荣幸，不敢再有其他所求。苏玉桃拿50两黄金来，本宫封你为后宫副总管，全权处理哀家寝宫事务，如此重赏，让我有些受宠若惊。刚准备谢恩，宫外便传来刺耳的脚步与侍卫的呵斥声。娘娘，太监总管孙福安带着数百名禁军包围了寝宫，奉诏帝王旨意要捉拿陈公公。孙福安好大的狗胆，竟敢在哀家的寝宫门口撒野！传他进来，老奴参见柳太后娘娘。奴才奉诏帝王旨意前来捉拿逆贼陈小远，还请柳太后娘娘见谅。哦，何来逆贼之说？我特派陈小远平定蝗灾，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怎么就成了逆贼？赵帝王已经收到密报，周王爷殿下在陈公公帮助下平定蝗灾，暗中招兵买马，囤积粮草，欲行图谋不轨之事，特此派小人将反贼捉拿归案。来人，把陈小远给我拿下，押入天牢，等待三司彻查。好大的狗胆！孙福安，你个狗东西，竟敢污蔑周王爷谋反，陷害忠良，该当何罪？周王爷招兵买马，乃是为抵御匈奴赈灾北凉府。陈小远是奉哀家命令，亲自前往北凉赈灾，何来谋反之说？他做的事都是哀家允许的。赵帝王莫不是连我也要一起捉拿归案？奴才也只是奉旨行事，还望柳太后不要难为老奴。赵帝王有旨，为何不见赵帝王亲至，以私自带兵擅闯哀家寝宫，形同谋反，假传圣旨，污蔑亲王，陷害忠良，已罪该万死。来人，传哀家旨意，拿下这个孙福安。尔等逆贼，你们谁敢？我是赵帝王任命的太监总管，你们不能抓我。来人，拖下去，把这个逆贼拖下去斩，即刻行刑。孙福安的老脸再也淡定不住了，侍卫已经拿下了他。柳太后娘娘饶命了，你们退下吧，此事与你们无关，以后莫要听信小人谗言，再擅闯宫内禁地，本宫绝不轻饶。柳太后转过身看着我，带着几分心疼。陈小远让你受委屈了，不敢不敢，多谢柳太后娘娘救命之恩。这件事很快传到赵帝王耳朵里，孙福安真是个死不足惜的蠢。来人，传陈小远到御书房。赵帝王面对如此强势的柳太后，还有功高震主的周
周王爷可谓是夜不能寐，辗转难眠。陈小远，柳太后赏赐你，朕亦可给你，只需你监视柳太后与周王爷动向。事成之后，朕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我自然不会背叛貌美如花的柳太后，但为了自身安全，也只能表面答应下，背地里则帮助柳太后监控赵帝王的一举一动。经此事后，我深知皇宫高墙内的阴暗，想在这种环境下活下去，抱得美人归，只靠柳太后娘娘的庇护还不够，我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。回到房间，我结合前世所了解的兵器知识，准备打造诸葛连弩，在纸上勾勒描绘，先绘出弩身整体轮廓，长约3尺，采用流线型设计，便于握持发力，选用坚韧桑木，中间嵌入双层牛筋，增强韧性与爆发力。弩机部分最为关键，我设计的连环扳机可依次装填3支弩箭，实现连续发射，解决普通弩箭射速慢的弊端，同时减少摩擦，提升射程。苏玉桃端着茶水走进来，看着图纸上密密麻麻的线条，眼中满是惊叹。这图纸看着好复杂，真的能做出来吗？我接过茶水，笑着点头。只要找对能工巧匠，按图打造，一定能成功。这弩威力不符，以后能帮我们大忙。明日我便去求柳太后娘娘，调拨内务府顶尖匠人，再筹备冶炼材料，尽快启动打造。次日一早，我便带着图纸去见柳太后，将连弩制造的初衷与图纸的设计思路禀报娘娘，哀家准了。这等神兵利器打造出来，定能助周王爷一臂之力。传哀家旨意，调拨内务府顶尖工匠，当即3名顶尖匠人被安排到我手下，完全配合我制作。同时，柳太后娘娘赏赐金铁100斤，10年生桑木10根，硫磺硝石若干，将宫外西院化为攻防的专属场地，派50名禁军守卫，禁止任何人随意出入，严防图纸泄露。奴才多谢娘娘恩典，定会竭尽全力打造连弩，不负娘娘所托。当日午后，我带着苏玉桃与3名匠人前往攻防，场地宽阔开阔，早已备好熔炉、铁锤、抱床、凿子等工具。柳太后赏赐的材料也已整齐堆放，我将图纸铺开在案上，召集3名匠人仔细讲解。此弩名唤诸葛连弩，其核心在于连环扳机与弩臂的韧性。我已标注好每一处尺寸与材质。老陈负责冶炼精铁，锻打弩身与剑剑；老杨负责处理桑木，打造弩臂；老马负责琢磨弩机与扳机。有任何疑问，随时与我沟通。陈公公弩身需用精铁锻打，要求质地坚硬且不易淬裂，普通淬火工艺恐难达标。这有何难？我有一法，名为双叶淬火法。将精铁烧至赤红，先放入温水快速冷却，再迅速放入热油回火，如此反复3次，精铁便能兼具硬度与韧性。你可先试一小块。老陈半信半疑，带着学徒启动熔炉，将一小块精铁投入炉中，待烧至赤红，按我说的方法淬火，冷却后用铁锤敲打，成品铁块果然坚韧无比，没有丝毫碎裂。老陈连连惊叹，陈公公此法精妙，老汉我从未见过这般淬火之法。工房内瞬间忙碌起来，熔炉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，叮叮当当的敲打声、刨木声、凿击声交织在一起。老陈带着学徒每日守在熔炉旁，将精铁烧至赤红，反复锻打，去除杂质，再用双叶淬火法处理，一点点锻打，打出弩身的雏形。老杨则将原木去皮烘干，用爆床刨得光滑平直，再嵌入精铁夹层，反复打磨，让弩臂既坚韧又顺手。苏玉桃则忙前忙后，每日早早来到工房，给匠人们准备茶水点心，中午亲自炖鸡汤送来。见我整日守在熔炉边，额头上沾了炭灰，便温柔地用手帕帮我擦拭。我偶尔也会上手协助，直到老陈锻打时力道要均匀，重点敲击边缘部位，才能让弩身更加规整。帮老马调试扳机的灵敏度，每一个细节都亲自把关，生怕出现丝毫差错。这里的零件需要再打磨一下，减少摩擦，扳机才能灵活衔接。期间我还特意让人打造了10支特制弩箭，箭头用精铁锻打，锋利无比；箭杆选用轻质桦木，尾部沾上燕尾羽，减少飞行阻力，确保射程与精度。每一支弩箭我都亲自检查，用手掂量重量，测试箭杆的直度，不合格的便重新打造。这支箭杆不够直，箭头不够锋利，重新打造。就这样整整10日，诸葛连弩的各个部件终于打造完成。我亲自上手组装，将弩臂固定在弩身上，安装好弩机与连环扳机，再将弩箭装入弩槽，反复调试扳机的松紧度与弩箭的契合度，确保每一个部件都衔接完美。半个时辰后，一把通体乌黑、造型精巧的诸葛连弩终于呈现在众人面前。弩身由精铁锻造，泛着冷冽的光泽，桑木弩臂纹理清晰，手感温润，连环扳机设计精巧，轻轻一按便能听到咔嗒的清脆声响。我带着苏玉桃和3名师傅来到演武场，场地尽头立着3个木质靶心，分别距离50步、70步、80步，用于测试诸葛连弩的射程与精度。众人纷纷退到一旁，我站在演武场中央，双手握紧诸葛连弩，目光锐利地瞄准80步外的靶心，3支弩箭精准地命中80步外的靶心。陈小远，你太厉害了！有了这诸葛连弩，咱们再也不用担忧那些心怀不轨。可打造一支弓弩需要消耗10两黄金，以我现在的能力，根本无力培植自己的势力。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利用柳太后的帮扶来尽快获利。于是我便带着苏玉桃回到住处，准备用库房里的现有食材做一道现代的臭豆腐，让柳太后换换口味，解腻开胃。库房里食材齐全，有上好的老豆腐、盐、花椒、八角、桂皮，还有少量发酵用的曲粉。苏玉桃看着我翻找食材，满脸好奇。这些食材看着平平无奇，难道又能做出像油炸蝗虫那样的美？这次我要做到不一样的美食，闻着有点臭，吃着香，还能开胃解。你帮我把豆腐切成小块，再把花椒、八角磨成粉，咱们尽快做好给柳太后送去。在我的指挥下，苏玉桃将老豆腐切成2寸见方的小块，放入干净的瓷盆中，撒上一层细盐，静置半个时辰，逼出豆腐中的水分，这样后续发酵后口感更紧实。
随后我将去粉用温水化开，均匀的浇在豆腐块上，再撒上磨好的花椒粉、八角粉、桂皮粉，搅拌均匀，盖上干净的纱布，放在通风阴凉处发酵。苏玉桃好奇的凑过来闻了闻，刺鼻的气味让她捏紧了鼻子，这东西闻着会不会太臭？要是柳太后娘娘不喜欢怎么办？放心，这臭豆腐闻着臭，吃着香。我将发酵好的豆腐块沥干水分，待锅中的油烧至70%热，便小心翼翼地将豆腐块放进油锅里，小火慢炸，并不停翻动，独特香味瞬间弥漫开来。炸至豆腐块表面金黄酥脆，我便将其捞出来，放在铺好吸油纸的盘子里，撒上椒盐和葱花，一份外酥里嫩、香气扑鼻的臭豆腐便做好。我将臭豆腐装进精致的食盒，带着苏玉桃快步前往柳太后寝宫。禀柳太后娘娘，奴才今日做了一道特色吃食，特意送来给娘娘尝尝，这味道倒是奇特，真的能吃吗？苏玉桃在一旁说道。柳太后娘娘，这臭豆腐闻着臭，吃着可香了，是陈小远特意为您做的，您尝尝看。柳太后半信半疑，接过臭豆腐，轻轻咬了一小口，酥脆的外皮裂开，内里软嫩鲜香，独特的风味在口中散开。不错不错，外酥里嫩，鲜香可口，比宫中的糕点还要合哀家的胃口。一顿臭豆腐吃下来，柳太后的神色舒展了不少，但眉宇间依旧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，我看在眼里，躬身说道：奴才在民间学过一套按摩指法，名叫推拿，通过按摩穴位放松肌肉，能缓解疲劳，娘娘不妨试试。好，那哀家就试试看你法子到底有多神奇。遵旨。我将玫瑰精油倒在手心，搓热后轻轻按在柳太后的肩颈处。陈小远，你这手法真是奇特，哀家从未有过这般放松的感觉。见柳太后心情大好，我趁机说道：娘娘，奴才有一事恳请娘娘恩准。如今诸葛连弩威力惊人，只是批量打造诸葛连弩需要大量的金铁、桑木等物料，奴才想申请一块出工令牌，出工做生意挣钱，筹措物料经费，批量生产诸葛连弩，为娘娘分忧。陈小远，你不仅为哀家分忧，还想着家国的安危，哀家准了。多谢柳太后娘娘恩准，奴才定不辱使命。你这推拿做得极好，哀家甚是喜欢。从今日起，每晚都过来给哀家做推拿。听到这话，我心头一震，野心如同熊熊烈火，再也无法熄灭。我明白，想要拿下柳太后，在皇宫中立足，仅凭小聪明远远不够，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。随后，我便带着苏玉桃筹备赚钱门路。我们先去了黄岩岭附近的矿场，以100斤50文钱的价格收购了500斤岩矿石，运到库房附近的闲置院落准备炼制。根据前世学的化学知识，开始提纯制盐。我带领劳工用铁锤将岩石敲碎，再用石磨磨成细小的粉末，随后将矿石粉末倒入大陶盆中，加入30桶井水烧热，用木勺反复搅拌半个时辰，让矿石中的氯化钠充分溶解在水中，形成浑浊的盐水。我将浑浊的盐水缓缓倒入漏斗中，用纱布将泥沙、石英等杂质拦截过滤。过滤后的盐水流入下方的陶盆中，变得清澈了许多。但此时的盐水中仍含有氯化镁、氯化钙，这些杂质会导致食盐口感苦涩。为了去除盐水中的氯化镁和氯化钙，我将过滤后的盐水倒入一口大铁锅中，点燃木柴，用中火加热，并用木勺不断搅拌，防止盐水局部过热烧焦，影响食盐的色泽和口感。加热过程中水分不断蒸发，盐水表面出现了一层细密的筋膜，这些晶体便是纯净的细盐。我拿起一小撮细盐放入口中品尝，口感纯净，没有丝毫苦涩味。500斤矿石最终炼出了足足120多斤细盐。次日，我带着苏玉桃花50两白银租下了一间临街的商铺，我将精细食盐分装在小巧精致的瓷瓶中，贴上精细供盐的标签。苏玉桃看着包装精美的食盐，笑着说道：陈小远，你想的真周到，这样一来肯定能吸引不少达官贵人来购买。我笑着点头，语气坚定：咱们的精盐比宫中的贡盐还要细腻纯正，每瓶定价50两白银，既彰显身份，又让达官贵人们觉得物有所值。路过的行人看到高昂的价格，都摇着头离开了。毕竟50两白银一瓶盐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无疑是天价。这么贵，会不会没人买啊？别急，会有识货的人来的。没过多久，身着锦袍的程大人带着随从走了进来。他平日里最讲究吃食，对盐的品质要求极高，只是用指尖蘸了点，放入口中品尝，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惊喜。这盐没有丝毫苦涩味，比宫中的贡盐还要好，当真每瓶50两白银。程大人毫不犹豫地买了10瓶。有了程大人的带头，朱雀大街上的达官贵人纷纷闻讯赶来，商铺瞬间被挤得水泄不通，120多斤精盐被抢购一空。苏玉桃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白银，露出了惊喜的笑容。我握住苏玉桃的手，笑着说道：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咱们扩大规模，租更多商铺，建专属的精盐工坊，让精细食盐遍布京城，甚至销往全国各地。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，有足够的实力护着柳太后。次日一早，我便用赚来的银两在朱雀大街又租下了3间商铺，同时在京城城外租下了一处宽敞的院落，作为精细食盐的炼制工坊，聘请了20名可靠的匠人，让他们按照我传授的方法批量炼制精细食盐，形成流水线作业，确保食盐供应源源不断，解决了短期的生产和销售问题。我便着手圈养自己的秘密势力，我暗中招募了3000名可靠的人手，我将这3000人安置在城外的隐秘院落中，传授给他们基础武功，同时每人配备一把诸葛连弩，还有足够的弩箭，让他们既能近战格斗，又能远程射击，成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私兵。安排好一切，我便带着苏玉桃返回皇宫。临行前，我特意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礼物，一条包装精美的丝袜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看着倒是别致。回娘娘，这是丝袜，穿在身上轻薄舒适，还能凸显身姿。柳太后立刻让人伺候她试穿，这丝袜太过合身。说着，她便走上前，轻轻拉住我的手，眼神迷离，语气慵懒。就在这时，她的手不经意间触碰到我的下身，神色瞬间一变，刚要开口质问我，寝宫门外突然传来侍卫的紧急通报，匈奴大举进犯边境。
周王爷率领的军队被匈奴包围，死伤惨重，请朝廷派兵支援。柳太后瞬间收敛了所有柔情，以足智多谋，既能平定蝗灾，又能炼制精盐，打造利器，想必也深谙兵法。哀家命你即刻前往边境军营，协助周王爷击退敌军。奴才遵旨，绝不辜负娘娘的信任与重托。3日之后，我带着5000禁军和100把诸葛连弩抵达了边境军营。此时的军营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伤兵的哀嚎声，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，士气低落。周王爷正坐在军帐中，看着桌上的地图，眉头紧锁。奴才陈小远奉柳太后娘娘旨意，前来协助周王爷殿下击退匈奴。周王爷抬起头看了我，眼中满是轻视和不屑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，竟然派一个阉人来协助我打仗。你虽然能解决蝗灾，可带兵打仗，你又懂什么兵法？苏玉桃站在我身边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想要开口反驳，却被我拦住了。如今大军被困，粮草断绝，伤亡惨重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让奴才一试。好，本王就给你一次机会。这山谷西侧山势相对平缓，有一条隐秘的小路直通山谷外，我们可以派一支精锐部队伪装成主力，声势浩大，在东侧出口佯攻，让匈奴以为我们要从东侧强行突围，集中兵力防守东侧，然后再让佯攻的部队故意示弱，假装不敌，节节败退，引诱匈奴的一部分兵力追击，进入我们东侧出口不远处的密林。我们可以在密林中布置弓箭手和诸葛连弩手，待匈奴追兵进入密林，立刻发动攻击。秋季草木干燥，派小队从西侧小路突围，绕到匈奴后方，点燃粮草营地，制造大火，动摇其军心。没想到你一个太监，竟然真的深谙兵法。这计策看似简单，却环环相扣，精妙绝伦。殿下谬赞了奴才，只是略施小计，能否成功，还需殿下和各位将领齐心协力，严格按照计策实施。当夜色来临，东侧我方士兵率先发起冲击，火把照亮了半边夜空，呐喊声、厮杀声瞬间打破寂静。匈奴大军果然中计，以为我军要从东侧强行突围，立刻调动大部分兵力集中防守东侧出口，西侧的防守瞬间变得薄弱。谁料想匈奴攻势迅猛，东侧士兵局势陷入险地。周王爷见状心急如焚，亲自率领2000精锐冲出营地，却不料陷入了匈奴大军的包围。3名匈奴大将手持长刀围着周王爷厮杀。周王爷虽武艺高强，却架不住3人围攻，身上很快变天了，几处伤口，渐渐体力不支，陷入险境。我立刻运转神功上阵救援，出其不意的突袭下，一名将领直接命丧当场，另一名大将见状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想要逃跑。我纵身追杀，一剑刺穿他的喉咙，解决掉3名匈奴大将。我立刻冲到周王爷身边，扶住浑身是伤、体力不支的他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支冷箭带着凌厉的风声直奔周王爷，我立马挡在周王爷前方，扑哧一声，冷箭穿透了我的胸膛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。我闷哼一声，昏倒在地。陈公公，此时西侧的火攻已然得手，东侧的连弩手也发动攻击，箭雨如潮，打得匈奴大军节节败退，10万大军陷入混乱。凯旋回营后，周王爷立刻安排人为我诊治，可箭头深入胸膛，伤势极重，只能简单包扎，暂时止血。陈公公，若不是你，本王性命难保。从今往后，你我结拜为异姓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奴才乃是阉人，与殿下结拜，有违君臣之礼。远在深宫的柳太后得知我受伤的消息后，立马派来数名顶尖的温大夫。温大夫查看过我的伤势后，神色凝重地说道：“箭矢穿透胸膛，伤及肺腑，且箭头之上涂有微量毒药，若是不及时取出箭头清除毒素，恐怕性命难保。那就立刻准备手术。”温大夫让人将我固定在榻上，取出锋利的手术刀，用烈酒消毒后，缓缓剖开我的胸膛。剧烈的疼痛瞬间席卷全身，我浑身颤抖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却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。整整1个时辰，手术才得以完成。温大夫用烈酒冲洗伤口，撒上上好的金疮药，再用干净的纱布仔细包扎好。经此一战，匈奴大军彻底溃败，边境危机彻底解除。周王爷声名大噪，成为大顺百姓心中的英雄。周边的部落纷纷归顺周王爷，趁机扩充兵力，短短几日便扩充了数万兵马，实力愈发雄厚。边境大捷的消息很快传回京城，朝野震动，百姓欢呼。可赵帝王却满脸焦虑，坐立不安，生怕柳太后和周王爷联手抢走他的皇位。赵帝王暗中召集心腹大臣商议对策。周王爷在边境威望极大，若是强行削权，必然会引起叛乱，不如以庆功为名召周王爷回宫，在庆功宴上趁机除掉周王爷，收拢兵权。好计策就按你说的做。陈小远如今深得柳太后和周王爷的信任，便让他去边境召周王爷回宫。周王爷必然不会怀疑陛下英明，身为双面卧底的我立刻前往柳太后请功，将赵帝王的阴谋一五一十的禀报给柳太后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先下手为强，传哀家旨意，召集暗中培养的3000暗卫即刻到寝宫集合。遵旨。夜幕降临，柳太后指挥着3000名身着黑衣的暗卫悄悄行动，很快便抵达了赵帝王的寝宫。双方立刻展开厮杀。柳太后的暗卫训练有素，战斗力极强，没过多久便解决了赵帝王的护卫。可就在此时，寝宫之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和呐喊声，数万士兵将寝宫团团包围，灯火通明，刀枪林立，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。柳太后脸色骤变，心中一惊：我们中计了！母后，你以为你的阴谋朕不知道吗？陈小远，你以为你假意归顺，暗中辅佐母后，朕就被蒙在鼓里吗？朕就是故意让陈小远去召周王爷回京，引你主动造反，好名正言顺地除掉柳太后和周王爷，收拢兵权。陈小远都怪哀家太过大意，才中了这小皇帝的圈套，连累了你。
娘娘放心，奴才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定会护您出去。今日谁也伤不了您分毫。说罢，我便扶着柳太后，手持长剑率先冲出寝宫。门外的士兵见状，立刻挥刀围了上来。我运转神功，所向披靡，每一剑都能放倒一名士兵，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。可赵帝王的士兵源源不断，杀了一批又来一批。我虽然神功加持，却也渐渐体力不支，胸口的伤口再次裂开。柳太后看着我浴血奋战的模样，眼里满是心疼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皇城之外突然传来一阵震天动地的呐喊声，伴随着急促的马蹄声，一支庞大的军队冲破城门，长驱直入。为首的正是一身铠甲、气势磅礴的周王爷。周王爷的怒吼声传遍皇城，数万大军如同猛虎下山，瞬间冲散了包围寝宫的士兵，朝着赵帝王的亲兵砍杀而去。我心中一喜，瞬间来了力气，转头对柳太后说道：“娘娘是周王爷殿下，我们有救了。”短短半个时辰，包围寝宫的数万士兵要么被斩杀，要么投降。皇城之内渐渐恢复秩序。周王爷带着几名精锐将领快步走进寝宫，见到浑身是血的我和安然无恙的柳太后，躬身行礼：“儿臣来晚了，让母后和陈公公受惊了。”不晚，你来得正好。就在此时，赵帝王被周王爷的士兵捆绑着押了进来，往日的威严荡然无存。他看着柳太后和周王爷，嘴角勾起一抹惨淡的笑容。成王败寇，朕输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哀家辅佐你登基，本想让你做个明君，守护大顺百姓，可你却妄图残害宗亲，屠戮忠良。念在过往的情谊，就将你囚禁在冷宫安度余生吧。平定宫变后，柳太后辅佐周王爷的幼子登基为帝，自己垂帘听政，掌控朝政大权。周王爷则继续镇守边关。不久后，柳太后举办庆功宴，宴请众大臣和周王爷。庆功宴上，周王爷站起身，端起酒杯，对着柳太后躬身说道：“此次陈公公功不可没，数次救我们母子性命，儿臣恳请母后重赏陈公公，以慰其功。”好，哀家早已看出你恢复了男儿身，不再是往日的阉人。你屡次救哀家于危难之中，又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哀家今日便封你为大主，收为玉帝，留在身边照顾起居。谢柳太后恩典，臣定当鞠躬尽瘁，绝不辜负柳太后的信任与厚爱。周王爷看着我们，眼中闪过一丝了然的笑意。他早已看出我和柳太后之间的情谊，今日主动为我讨要封赏，便是有意成全。自那以后，我便以大柱国、柳太后玉帝的身份留在娘娘身边，辅佐她处理朝政。多年后的深夜，柳太后已经满头白发，而我却因修炼神功青春永驻。陈小远，如果有来生，定要早点遇见我。相比缥缈的来生，我更想陪你走完今世。